各位董事早。蒋叔叔，您来的好早啊。哎，刚才谁说阿衍不回来啊？我就说他一定会来。啊，来了。阿衍，你没让我食言呢。果然还是蒋叔叔了解我啊。今天大家都是为了我而来，我怎么会不来呢？阿衍，今天在座的可都是长辈，都是盛海集团的元老。我们今天开这个董事会，就是为了选出新的集团总裁。我知道，我想各位董事心中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人选。阿衍，你还年轻，眼光放远一点儿。无论我们谁当上总裁，都不会辜负你爸爸的一番心血。蒋总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让盛海稳健地走下去。哎，小周啊，你还年轻啊，这个总裁的位置呢，最好由有经验的长辈来做比较合适。我认为啊，蒋总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他有能力带领盛海集团走出现在的低谷啊。是啊，我也认为啊，蒋总是最合适的。小周啊，太没经验，他是个运动员出身啊，他懂经济吗？啊，他懂商业吗？所以我认为啊，蒋总是最合适的。我有不同的意见。蒋总的能力和经验，我们谁都不否认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集团要有活力，要有更新的观念。阿衍之前在商界的成绩，我们大家都有所耳闻吧？我认为，阿衍接替他的父亲出任盛海的总裁，能让集团更有活力，能让盛海迅速摆脱现在的困境，重返商界的巅峰。各位听我说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选新总裁啊，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点，就是按照董事会的章程来办。那么，蒋总持有盛海公司11%的股权，我们前任总裁周斌礼持有我们盛海17%的股权，那么周衍照和周小萌各继承了他一半的股权，也就是说，周衍照现在持有盛海8.5%的股权。那么蒋总无疑是现在盛海这些股东当中持有股份最多的，理应成为我们这一届的新任总裁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没错。各位前辈，我非常赞成王总的说法，董事会的规章制度一定要遵守啊。不过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份文件。各位请看荧幕上的文件。怎么回事？当年我爸一心想要我进盛海，接掌盛海集团。当时我很抵触，因为我认为盛海是一艘破旧、笨重、超载，在浪里被动前行的破船。盛海集团成立20年，分属公司17家，看上去是稳固发展，涉及产业越来越多，行业越来越广。但是最近几年，利润增长却越来越低。前年，徐总负责的润和地产因管理不当导致亏损，还是大浦港的盈利资金填补的。去年，
王总的制药厂因药检不合格，直接导致工厂停业整顿长达7、8个月，损失惨重。当然，这还不包括危机公关的开销。徐总，王总，我说的这些可都是事实哦。蒋叔叔，您亲自策划的旅游地产项目，据我所知，董事会已经开出了风险评估报告，建议重新规划。不过，这也是我举出的个别的例子。现在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未来5年是盛海集团非常关键的时期，犹如在浪里行舟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发生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。我认为，盛海未来的发展必须要转型，逐渐减少对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。我知道，我还年轻，还不太了解公司的情况。要是没有我爸的话，我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阿燕今天是有备而来啊，公司内部的情况摸得是一清二楚。盛海是我爸一生的心血，对于我爸来说，盛海和我都是他的孩子。对我而言，盛海就是我的亲人。是啊。各位董事，那就按照董事会的规章制度，按照本会议的议程，大家开始投票吧。恭喜您，周总。蒋庆成在盛海多年，早就有了自己的一番势力。我周远照只不过是个空降大少爷，实力悬殊，应聘起来，我真没什么胜算。今天在董事会里，大部分董事可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董事会那帮老江湖，看重的都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那点利益。他们害怕蒋庆成一旦控制了盛海，早晚拿他们开刀。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能制衡蒋庆成的傀儡，而这个傀儡，就是我。您是不是之前都见过了这些董事，并且说服了他们？要不然这些董事怎么可能会给我投票啊？果然是将门虎子。好了，不吹捧了，我们只是打赢了一个小胜仗。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艰难。蒋庆成还是盛海的副总，只要我们稍有不慎，就会给他留下反击的余地啊。况且，真要实施我对盛海未来的发展规划，远比坐上总裁的位子要艰难。周总，您已坐在这个位子上了，要做什么事情，不都是您说了算？总裁之争，对手只有蒋庆成一个。可是真要改革转型，恐怕大多数董事都会受到影响。到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了。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想要发展民宿产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您看一下这间办公室，还有什么需要更换或是调整的？没什么了，你帮我在这里添排书柜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